今天我们来聊聊父母辛苦一生积累的财产，究竟该用什么形式留给孩子最划算？许多爸妈可能以为临终前直接把现金汇给子女最方便，但小心，现金转账给子女超过某个数字，国税局可是会盯上的。另一方面，有钱人却热衷买农地、老房子，难道他们突然迷上务农和怀旧？其实背后大有玄机。资深律师指出，如果财产用对方式传承，1分税都不用缴给政府。据说90%富人都在用这招，听起来不可思议吧？接下来我们就深入揭开财富传承的省税秘密。想把财产留给孩子，基本上就2种方式：生前赠与，或者等你100年之后由孩子继承。2种方式都有税务问题要注意。继承，人在过世时留下的遗产，政府可能课征遗产税，所幸台湾针对遗产有基本免税额，例如目前每位被继承人有约1333万元的免税额度。换句话说，只要你的遗产金额不超过这个金额，就不用缴1毛遗产税。如果超出部分，依照累进税率课税，税率大约从 10% 起跳，最高可达 20%。 虽然相较过去50%的遗产税顶额已大幅下降，台湾遗产税最高税率早已降到2%以内，但谁不想完全合法免税，让孩子多拿1分是1分呢？赠与，如果选择在生前把财产转给子女，就涉及赠与税。每个人每年有一定额度的赠与免税额，截至2024年，每人每年有220万元，约220万元的赠与额度是免税的，超过的部分依法需申报缴税。赠与税也是累进制，超额部分分即课 10%、15%、20% 的税率。不过夫妻可以各自运用免税额，如果爸爸妈妈联手送礼，每年给同一个孩子440万元以内都免税礼。聪明的父母常用分年分次赠与策略，每年转一点财产给子女，控制在免税额或较低税率级距内，长期下来就能大幅减少税负。听起来赠与挺灵活，可是注意，赠与税采申报制，不是说你偷偷转账不报税就没人知道。如果超额未申报，被国税局稽到，可不只是补税，还可能挨罚甚至处罚。尤其大额金钱移转容易留下记录，例如银行账户的资金异动、子女存款异常暴增等，都可能引起税务单位关注。因此，别以为深夜转账就神不知鬼不觉，还是老实依规定报税为妙。此外，政府早就防堵临终前假赠与真避税的把戏。遗产及赠与税法第15条规定，被继承人死亡前2年内赠与配偶、子女等继承人的财产，在计算遗产税时要并回遗产总额课税。也就是说，如果有人在过世前不久将大量财产转给至亲，以为可以规避遗产税，对不起，2年内的赠与一样算进遗产。这条款等于给临终转移财产设下时限，拖到最后才动手，恐怕为时已晚。所以财产传承要趁早规划，不要临到暮年才慌张乱送，可能白忙一场，还害家人多缴税。了解基本规则后，我们回到核心问题：现金、农地、老房子、股票，哪种资产留给孩子最划算？我们将一一比较，顺便看看富人们常用的妙招，如何让遗产税从几百万变成0。先说现金，不少父母第一直觉就是把存款直接给孩子最直接。然而，现金其实是税务上最透明的资产，它的价值就是账面金额没有打折空间。如果等到100年后由孩子继承现金，这些钱将完整计入遗产总额。假如总额超过遗产免税额，超出的部分每1块钱都得计税，真金白银要上缴税款。那生前送钱现可以是可以，但必须小心刚才提到的220万元年度免税上限。举例来说，如果爸妈有一笔2000万元的存款想留给儿女，若一口气转给他们，超过免税额的部分就要课税，而且可能直接落入 10% 甚至更高税率级距，等于立刻割掉好几十万元给国库。相反的，精明的父母会采取化整为零的方法，每年在免税额度内逐步转账给孩子。以目前每人每年220万元免税额计算，单一父母1年内给子女220万元不必缴税，若夫妻联合赠与，可达440万元免税。
两夫妻每年各转220万元现金给孩子，5年下来就转出2200万元，而1分赠与税都不用缴。这就是为什么有钱人常常年年送现金，他们不是心血来潮乱花钱，而是在精打细算运用免税额，把巨额财产拆成小礼物，年年送给子女，长期累积达到几千万甚至上亿的转移，却几乎没交税。当然，这种逐年赠与需要纪律和耐心，也得考虑万一父母突然发生意外，尚未转完资产的风险。因此，有些家庭会同时搭配其他工具，后面会提到。重点是，现金在遗产税上最没有折扣空间，提早规划，用足免税额是唯一的节税良方。千万别在某一年心急，一下子转几千万给孩子，隔天银行报表醒目的列着巨额转出，搞不好国税局的询问函比你的汇款通知还早送到。再看股票，股票等金融投资在传承时有点类似现金，因为它们也是流动资产，价值明白写在市价上，不动产还有公告价值和市价的差异可钻研，但股票基本就是按市价计。在继承时，税务上通常按被继承人死亡当日或附近时间的市场价格来认列股票价值。也就是说，如果你留给孩子的是上市公司股票，到时会用那天的收盘价计算遗产总额。一旦持有的股票很多，市值很高，对遗产税可是直接雪上加霜。股票能提前送给孩子吗？可以，但仍旧受到年度220万元免税额的限制。股票价格波动大，如果某一年股价飙涨，你想趁高价转给孩子，恐怕一转就超额。此外，直接转股票还涉及一些繁琐手续。不过，有经验的富人族群依然有办法逐年分批赠与股票。例如，父母每年将一定数量的股票过户给子女，控制每年赠与价值在免税额或低税率范围内。如果股票数量庞大，他们甚至会在股价相对低点时赠与，降低评价金额。运用了这些技巧，10年如一日的执行下来，也能将巨额股票资产慢慢转移给下一代，而避开重税。值得注意的是，假如你拥有的是家族企业的未上市股票，那传承又是另一门学问。由于未上市股权的价值评定比较弹性，法律允许透过专业评价机制来计算赠与价值，这给了富豪们更多操作空间。例如，利用公司净值或获利率较低的10点评价赠与，降低账面价值。不过，这类操作相当复杂，需要专业评估，咱们在此不深入细说。总之，股票类资产的传承原则跟现金类似，尽量生前分散赠与，稀释遗产税基。现金和股票这些流动资产就像水一样，可以提前细水长流地引入子女的池塘，避免将来形成洪水猛兽，一举冲高遗产税。接下来要讲的不动产则完全是另一种生态，它在传承中扮演的角色大不相同，也藏着令人意想不到的节税奥秘。说到房子和土地，不少长辈喜欢说有土司有财。的确，相比起数字分明的现金股票，不动产在传承时有特殊的税务评价方式，善用得宜，简直像变魔法般，让税单缩水甚至消失。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富人热衷于投资土地、老房子，甚至大老远买块农地摆着，并不全是为了当包租公搞农业，而是为了节税考量。秘密就在于政府对不动产计税价值的低评估。台湾计算遗产税时，土地不是按市价，而是按政府公告的。公告现值，房屋则按评定现值，类似房屋税课税用的评定标准。这两个价值通常远低于市价，尤其土地公告现值常常只有市价的几成，甚至更低。也就是说，如果你有一笔实价值很高的不动产资产，在纸面上它的遗产价值可能被大幅压低。懂行的人早就看准这点，将部分现金资产转为不动产持有，未来继承时，税务负担往往比同等现金资产要低得多。我们来举个夸张一点的例子，假设一位老爸爸拥有市价1亿元的资产，他面临2种选择：一、资产都以现金存款形式持有；二、资产换成一栋市值1亿元的房产。若老爸爸突然离世，情形会大不同。第一种情况，遗产总额就是1亿现金，扣除免税额1333万和各种扣除项目后，其余几千万得计税，最终可能得缴上千万遗产税。
第二种情况，那栋市价1亿的房子在税务上可能只值比如3000万元的评定现值，这可不是乱编。在台北市不少老屋的房屋评定价值确实只有市价的30%左右，而土地公告现值也可能不到市价的一半，这样遗产总额就骤降为3000万，加上扣除免税额和其他扣除额后，遗产净额可能压低到根本不够课税门槛，最后1毛遗产税都不用缴。同样是市价1亿元的财产，留成现金要大出血缴税，留成不动产却可能安然避开课税，差别是不是很惊人？更绝的是，如果是不动产中的农地，还有机会完全排除在遗产课税名单之外。依照台湾税法规定，遗产中的农业用地只要符合一定条件，继承时可全额免税，不论市价多高都不列入遗产课税。条件通常包括该土地在被继承人过世时确实用于农业生产，而且继承人接手后必须继续耕作5年以上，不得改变用途或出售。如果在这5年列管期内偷偷把农地卖掉或改盖豪宅，那对不起，原先免掉的遗产税会被国税局追回补征，逃不掉的。但只要乖乖耕满5年之后要转卖或变更用途，才不会影响当初的免税。也就是说，一块符合条件的农地，哪怕市价1000万，继承时官方认定价值也许几十万，甚至直接免税计算，相当于替家产装上隐形斗篷，绕过遗产税。难怪某些富有人家会在资产配置中特地保留农地。别以为豪门望族老爷太太们退休后争去插秧种菜，他们可能只是看上了农地免税的优惠，希望未来传给子孙时省下一大笔税金。再谈老房子，老屋往往有2大好处：低评价与税制优惠。低评价刚刚解释了，房子越老，评定现值折旧越多，政府眼中的价值越低，遗产税自然少。至于税制优惠，这与台湾几年前实施的房地合一税有关。2016年起，台湾针对房屋和土地交易利得课征房地合一所得税，新制下卖屋可能税负沉重，但有个转圜，如果不动产是透过继承取得，并且该不动产本身属于新制上路前买入的旧制资产，那继承人日后出售时可以适用旧制计税方式，免于新制重税的处罚。例如，一栋在2016年以前购入的老房子，如果父母一直持有没卖，等到100年归老由孩子继承，那孩子将来卖这房子不需要缴房地合一税，只需适用旧制的土地增值税与所得税规定，整体税负可能大幅降低。反之，如果父母生前把房子卖掉再给现金，或者直接赠与房产给子女，都会立即触发房地合一税或土地增值税等成本，反而得不偿失。综合而言，不动产，特别是土地与老房，在遗产传承上具备压低税基的天然优势，也因此，许多专家建议，若以节税为优先，价值高的不动产尽可能留到继承时再处理，而现金、股票这类流动资产则宜趁生前逐步移转。这种组合策略能充分利用免税额与评价差，让整体税负降到最低。同时，如果担心孩子将来为遗产分配起纠纷，父母还可以事先立好遗嘱，甚至成立信托，把各项资产的归属安排明白，既保障自己的意愿，又避免子女日后争产伤感情。说了这么多，我们来看个真实发生的案例，体会一下高明的财产传承规划能省下多少钱。这是台湾某位代书分享的经历。有一位50多岁的王老先生，一辈子勤俭致富，拥有庞大家产，包括多笔土地和房产，市值不错的股票以及数百万元存款。王先生夫妇育有1子1女，都已成年。他某天饭后看着妻儿其乐融融，心中满是欣慰，但转念一想，万一我哪天突然离开人世，留下这么多财产，他们要怎么继承？会不会得缴一大堆税，影响家人的生活品质？于是他决定主动咨询代书，预先做好传承规划。代书先帮他试算了一下不规划的最坏情形。假设王先生毫无节税安排，明天突然过世，他的遗产包括土地公告现值合计约6000万元，房屋评定现值约2000万元，上市公司股票10万股，假设每股市价50元，总值约500万元，再加上银行存款500万元，这些加总遗产总额约9000万元，
扣除法定免税额1333万，以及配偶扣除额、子女扣除额、丧葬费等共716万，遗产净额约6961万元。如此一来，应纳遗产税额高达794万元左右，将近800万元就这样要缴给国税局，等于王家辛苦财富直接蒸发了一成，想想都心疼。看到这个数字，王老先生倒抽一口气，决心和代书好好设计一套方案，把遗产税从700多万压到最低。代书仔细研究他的资产组合后，提出了几招并用的策略。一、大量不动产留待继承。王先生名下有多笔土地和房屋，代书建议不要生前卖掉或赠与，全部保留到100年后由配偶与子女继承。因为继承不动产免收土地增值税和契税，而生前若卖或送都得先缴这些税。另外，继承时不动产用低评价计算，加上遗产可由妻儿分摊，大幅降低个人遗产净额。初估如果以继承方式处理，王先生的不动产部分可能完全落在免税范围内，不额外生税负。二、善用配偶赠与。王先生考虑运用一项大绝招，夫妻间赠与。台湾法令规定，配偶之间的财产赠与是免税的，且不受年度220万限额限制。于是王先生决定提前将部分财产转给太太名下。具体做法是，隔天他先将价值约2000万元的2笔土地和2000万元的2栋房屋过户给太太，另外把手上那10万股股票、市值500万和现金500万通通转给太太。一夜之间，王太太瞬间变身小富婆。然而这些都属合法免税的夫妻赠与，完全不需要缴赠与税。转完之后，王先生自己名下财产只剩下原来一半的土地，约4000万公告现值，其他房子、股票、存款归零。三、巧用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也就是俗称的夫妻婚后财产平均请求权。依民法规定，当一方死亡时，尚在世的配偶可以主张和过世配偶平均分配婚后财产差额。简单理解就是，如果夫妻两人财产悬殊，较少的一方有权向较多的一方请求差额的一半。在我们这案例中，王先生已把很多财产送给太太，导致太太名下财产比他还多。但是法律允许，将来王先生过世时，王太太可以先主张平均分配，把两人财产拉平，再参与遗产继承。这有什么好处呢？好处大了，因为透过这一步，王先生遗产可以再扣除一大笔额度，相当于又多一重免税优惠。依照代书的规划，几年后如果王先生离世，他名下遗产只剩那4000万公告值的土地，此时先让王太太行使财产差额分配权，把其中一半2000万划归自己名下，结果王先生遗产在法律计算上又减少了2000万。最后进入遗产分配和课税阶段时，王先生的遗产总额只剩2000万元，扣除免税额1333万和其他扣除716万。哇，算出来遗产净额居然为负数，等于完全免税。子女继承的土地1毛遗产税不要缴，之前赠与太太的财产也没缴任何赠与税，原本估计要上缴794万的税款，就这样化为乌有，全部省下来留给家人。这还没考虑到太太那边的财产将来若再传给孩子，因为已经平均分配降低基数，也能减轻下一阶段的税负。这套操作是不是让人瞠目结舌？当然，代书也提醒了风险，这种大量赠与给配偶的做法，前提是配偶要长命相伴。万一太太身体状况不好，比先生还早过世，那先前转给他的财产就反而变成太太的遗产，要课税了。而且可能因为2次传承增加手续。还有，上述规划必须趁身体硬朗时完成，正如刚才强调的，过世前2年内的赠与会被视同遗产课税，所以一定要提早行动。王先生的案例中，他是提前多年就把财产分给太太并调整结构，隔了超过2年之后才离世，才顺利达成节税目标。如果临终才匆匆转资产，很可能来不及跨过2年门槛，功亏一篑。总结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到财产传承的艺术，充分运用免税额、扣除额，巧妙地在法律框架内分配财富。农地、老房子降低遗产价值，现金、股票提前多年分散，
夫妻间互相转移，善用免税，最后甚至运用配偶平均分配权再扣减一次，一环扣一环，让国税局的税单缩到最小。也难怪代书打趣说，国税局应该不希望太多人看到这套方法，但这方法可完全合法合规。重点就在于资讯差，懂的人就省大钱，不懂的人白白把大笔辛苦钱留给了税务机关。除了上述几种主要资产形态，顺带一提，有钱人传承家业时常用的还有寿险保单和家族信托等工具。寿险之所以受青睐，是因为保险金有机会避开遗产税。如果保单列明子女为受益人，当被保人父母过世时，保险理赔金直接给受益人，而不算进遗产总额。这等于是绕过了遗产税课税圈，合法把钱送到孩子手上，而且保险金通常还免所得税。许多富豪会在晚年购买大额人寿保险，以此作为传承工具之一。只是保费投入需要成本，而且要注意不要碰到2年内赠与的规定。例如谁替谁缴，保费可能被视为赠与，这背后细节也很多，但大方向上，保险确实提供了一条免税传承的康庄大道。家族信托则是在法律架构下，由第三方信托公司代持管理资产，按委托人父母的约定，在特定情况下移转给受益人子女。透过信托，资产所有权与收益权分离，可以避免日后继承时的争议，还能达成节税效果。例如，信托期间内的增值不算进遗产。信托运用灵活，但成立和维护成本较高，适合资产较大的家庭。有些富裕家庭会将房产、企业股权放入信托，设计未来收益分配与传承顺序，确保家业稳定交棒。不过，寿险和信托毕竟不是我们这次讨论的重点，所以就点到为止。读者朋友只要了解，顶尖富人之所以能传承财富，富不过3代的魔咒不应验，很大程度在于他们巧用各种工具避税争议。我们一般家庭虽不见得用得上复杂的信托架构，但前面提到的几项基本策略，其实适用各种财富规模的人。现在回到最初的问题，现金、农地、老房、股票，究竟哪个最适合留给孩子？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总结出几条原则。农地在特定条件下最划算，因为可完全免税，但要确保农地在传承时符合农业用地资格，且继承人能守住5年农用期。如果家中正好有合法农地，且子女愿意配合保留农业使用，这几乎是传承税务的无敌区。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有农地可传，也不是叫大家现在去买块田就一定划算。毕竟购买或维护农地本身也有成本，而且未来政策说不定调整。但就目前法规，农地是财富传承中税务优惠最大的资产类型。老房子与土地很划算，房产土地在遗产计价上被严重低估，加上继承免收部分交易税，新旧税制衔接上也有利于继承人。总体看来是非常友善的传承资产。如果父母手上有房产，尤其自用多年的老屋，建议不要轻易卖掉或生前过户给孩子，保留着让孩子透过继承取得。一来节省大额赠与税和土增税，二来遗产税可能也因低评价而减至最低。举个简单比喻，房子本身就是家族资产的一部分，还能当作节税缓冲器，挡掉税收冲击。唯一要留意的是，如果孩子很多，房子只有一栋，继承分配可能引发纷争，这就需要事前用遗嘱或协议安排协调。但在税的角度，不动产绝对比等值的现金更划算，留给后代。现金与股票相对不划算，因为没有折价空间，但透过提早规划可以降低损失。如果父母遗产大部分是现金存款或股票，千万不要全部留到身后一处处理，否则超过免税额的部分，子女只能眼睁睁看着税金被扣掉。正确的做法是，在有生之年逐步把这些流动资产转给子女，每年用足免税额，必要时愿意缴一点低税率的赠与税，也比将来遗产税可能课到更高总额划算。提前移转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及早看到孩子运用财富的状况，适时给予指导或调整传承计划，胜过你走了以后子女忽然暴富却不会管理。当然，提前给太多钱也需谨慎，万一孩子还不成熟，可能挥霍。
这就涉及信托或设定监管条件等做法，属于传承的软性问题，这里暂且不展开。我们聚焦税务，结论就是现金股票宜早给，分批给，别最后留一大笔成为税务黑洞。简单一句话总结，富人们的传家之道，房产留继承，现金股票趁早送。现实中很多有钱人正是这么做的，他们通常将绝大部分不动产稳稳握在自己名下，直到人生终点，然后才一并传给下一代。因为这样综合税负最低，而对于银行存款、公司股票、债券基金等等，只要金额大到可能超免税额，每年就慢慢转给子女一部分，绝不拖到最后一刻。听完这些，你可能会想，我家产没那么多，不用这么大费周章吧？其实正因为资产不算庞大，更要精打细算，别让税白白吃掉一块，会赚钱也要会留钱。传承规划不仅是富人的游戏，而是每个关心家人的父母都该重视的课题。哪怕只有几百万遗产，合理安排也许就能让孩子多拿几十万，何乐而不为？更不要等到年事已高，病重住院才来折腾。很多操作都需要时间和健康状况配合。最后也提醒，税法并非一成不变，过去流行的某些节税招数，随着法律调整可能失效或减弱。例如之前遗产税重时，寿险保单是大红人，现在税率降了，保险的相对优势虽在，但已没那么戏剧性。又或者政府日后若修改公告地价评估公式、不动产课税办法，也可能影响传承策略的效果。因此定期检视并更新你的传承计划很重要。如果有条件，咨询专业的理财顾问、律师或会计师量身制定方案，会让你更安心。总而言之，将财富顺利留给下一代，秘诀就在于熟悉规则，善用规则。从现金到农地，各类资产都有不同的个性和税务待遇，只有提前布局，搭配运用，才能做到财富传世而不肥了税官的钱包。希望我们今天的分享能帮您理清传承的思路。毕竟为人父母最大的心愿，莫过于看着子女继续自己未尽的梦想，而不必要的税负绝不是那梦想的一部分。现在开始就为您的传家大业拟定一个聪明方案吧，让辛苦打拼的成果真正惠及子孙，邻损浩地，代代相传。